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老师。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稍后郭正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现场，好，大家请持续锁定。好，我们先来看到目前来说呢，伊朗的发动攻势还是持续不断。好，那今天是30号，所以美伊战争已经打了是31天了哈。好，这比预期的还要久很多啊。好，那伊朗的行动已经来到了第86波的攻势，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些最新画面哦。那这个行动呢，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天空部队跟海军联合发起。好，打击的范围包含是美军位在科威特的阿里夫间基地，还有位在沙烏地阿拉伯海尔季的基地，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打击的对象包含是空中作战设施、无人机的系统等等。好，相关画面也曝光了，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好，那当然看到了美军的空中支演哦，现在说惨被伊朗炸毁。好，这个是沙烏地阿拉伯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27号呢遭到了伊朗的空袭，好，造成了至少是24名的美军受伤，还有一架E3哨兵空中预警机受损，而且几乎无法修复。好，我们为什么说无法修复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修复，一直整个被炸烂了哈。好，那专家也指出啊，这款预警机啊有如美军的空中之眼，它可以提供战场的即时影像。好，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也指出，这是一项重大的损失，而且恐怕会使美军在战场上掌控跟指挥上面出现一个缺口，甚至错失打击伊朗部队的机会。好，一轮补充一下，因为看到了空中之眼哦，那也特别关注到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他刚刚也有特别讲说，他100%哦，这个确信哦是俄罗斯哦向伊朗提供的情报，所以现在看起来伊朗才会打得这么准确哈。好，那当然川普对这样的说法是冷处理的。好，那我们也看到伊朗公布了打击巴黎美军设施最新的卫星比对图。好，那当然就有 before after 嘛哈，这个刚开始都是状况很 OK 的，好，但是这个也完全是被打的焦黑了哈。好，29号伊朗方面发布了卫星画面，也显示哦对巴林境内美军相关设施的打击，画面涉及的是后勤支援中心、燃料储存设施，还有机库等等的目标。好，所以圈起来这边哦，就是被炸的地方哦，真的是非常的糟哈。好，那伊朗也公布了打击巴黎美军设施的最新卫星比对图哦，好，所以比对图有蛮多个的。好，那这是30号伊朗方面发布的比对图，显示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美军相关设施的打击情况。伊朗说有一架加油机，还有一架预警机及部分建筑物被摧毁。好，那当然这个 before after 哦，因为在沙漠地区哦，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如果镜头可以照近一点，就可以看到它有箭头指向的2个地方哦，就是一个加油机跟一个预警机被摧毁，有一些焦黑的痕迹。好，那当然伊朗现在也说啊，打击跟美军工有关的2家企业。好，那这是伊朗的这个通讯社，他们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了飞弹还有无人机。好，打击的就是中东地区2家跟美国军工航太工业有关的企业。那甚至现在呢，这个伊朗除了对美的基地发动攻击之外，伊朗的首都其实也有遭到袭击哈，他们遭遇了2轮大规模空袭，防空系统是持续启动。好，那是在周日晚间，德黑兰这边遭遇到大量的空袭，那被投下是超过120枚的弹药。那主要的目标是德黑兰用于武器研发跟生产的设施。那伊朗的电力部门就有做相关回应哦，他们说电力的设施遭到袭击。那德黑兰跟阿尔伯兹省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停电的状况。好，那目前伊朗的相关部门正全力的进行抢修工作，来恢复供电。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德黑兰也是受到袭击，蛮严重的。那美军这边到底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呢？因为看得出来啊，这川普是边谈边打，所以已经集结了一些相关的士兵。好，28号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证实了，大约有2500名的美军陆战队已经驶抵到中东。华盛顿邮报就说，五角大厦也正在规划伊朗展开为期数周的地面行动。
此举就会显示这个战事升温，而且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好，《纽约时报》也特别讲到说，有2名美国的官员透露，包含陆军的骑兵、游骑兵，还有海豹部队在内的特种作战队员。美军平时在中东大概是4万名的驻军，但是现在已经突破了5万大关。但是军事专家蛮不看好美军用地面战进入的他警告说，以色列2023年10月的时候对加萨这边动用的是30万人。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初期是用了将近25万人，但是伊朗他们是人口有9300万想靠5万人攻占这个幅员广大而且武装齐全的国家，根本是不可能的好，伊朗也声称呢，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应对美军的地面攻击。但是现在呢，也要看看川普的态度嘛那他自然还是一直在放话。他说：“说实话，我最想做的就是夺取伊朗的石油。但美国国内有些蠢货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骂他自己国家的人但他们就是蠢货我方或许会占领哈尔克岛，或许不会，我方有很多选择。那这也意味我方得在哈尔克岛驻扎一段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在一句话里头他有好多个或许probably 很常会用这样的说法，代表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目标跟目的是什么，这才是战争当中最可怕的好，那我们看到伊朗的攻势不断，包含了目前他已经发动到第86波的攻势。那目前也看到战场似乎有一些不同的转折。我们先问赖老师，伊朗到底导弹还有多少坦白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军事专家、美国的这个中央司令部的军事情报人员，他们也都没有把握了之前川普说他们已经有效摧毁伊朗90%的导弹，然后后来他们的军事专家说大概只摧毁了1/3，所以等于是还有2/3的导弹还在。那到底还有多少？没有人知道。既然没有人知道，那这个就是一个对于美国、以色列他们的情报工作一个很重要的考验。现在可以证明的几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政治情报基本上是有效的。所以你看，他们对于政治人物的行踪、住在哪里、工作在哪里，然后蛮精准的，都能够有效的实施这个斩首的行动。可是对于军事情报这个部分，看起来他们并不掌握得很好。例如说，对于伊朗的军事部署，对于伊朗的武器弹药库储存的地方、放的地方他们很明显的掌握的并不想象中那么的好那可是现在的伊朗展现出来的能力有几个大要进，几个大的提升。怎么说呢？例如说它的无人机很明显的跟以往不一样了。例如说刚刚您所展示的那款无人机已经更先进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说那款无人机应该是俄罗斯所供应的。换言之，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是伊朗协助俄罗斯去把无人机的生产线建立起来，而把无人机的技术给予这个俄罗斯。可是俄罗斯的科学家跟工程师数量很庞大，而且这些人的能力很强，他很快的就了解掌握了无人机的生产技术跟制造技术，再加上俄罗斯先进的技术融合在一起以后，产生这种更好的、更优异的这种无人机。很明显的，在俄罗斯生产出来了以后，相当有可能透过它的管道把它送给伊朗，让伊朗的无人机的作战能力更强。另外一个，我们也注意到了，伊朗的中程的弹道导弹，它的精准度更高了，速度更大了，而突穿的能力更强了。美国跟以色列能够封锁拦截的能力更差，那这代表2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伊朗掌握美军跟以色列，特别是美军军事基地的那些军事情报，它更精准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定位系统更精准了，导弹的飞行系统、飞行功能跟作战的功能更强大了。所以您看到它现在的这种造成美军军事基地有价值的军事目标的毁伤度升高了。那这次您提到的E3这个空中预警机，美国的空中预警机只剩下10几架，可是10几架里面，您知道它的堪用率就56%。那也就是说，2架机就有1架能飞，堪用力就代表这意思。也就是说，2架飞机就有1架能飞，所以估计大概只剩下8架能飞，又打掉1架。那对于美国
的预警机，它的作战能力跟数量就大量的减少，它会局限住美国在这个战区，也就是在伊朗战区空中预警机在指挥作战它的效能。空中预警机的工作有多重要哈？因为它的在空中，它的雷达网很大，所以它鸟瞰整个战区的面很大，它对于对方就是敌方跟我方的所有的战机的数量位置都很清楚，它就有点像一个下棋手一样，一个指挥官，然后他看的每个战机、战斗机、战轰机、轰炸机、加油机，他们的每个位置，然后他就会部署在每个地方。少了一架预警机，就少了一个指挥官。那每一架战斗机，它只是一个战斗眼而已，它是管它眼前的任务。那你想，没有一个预警机，它的作战能量是不是被局限了？所以我觉得伊朗的这一次击毁的这个预警机，对于它的作战能量来说，对削弱美国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一轮觉得预警机听起来比较像神的视角可以掌控全盘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被摧毁了一架。好，亮哥来到我们现场，我们要问亮哥，这个美国现在还是正在准备地面作战啊。那 Jelly Vance 在大概是前天吧接受访问他说希望是2周到4周内结束跟伊朗的战争啊。那目前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他不断的加人数了，本来那个3-1远征军大概是2200人嘛，可是我认为可能不止了，可能还会包括轻骑兵也会动员过来，然后82空降师可能会累积到8000人以上可是我认为不一定是打哈格岛，现在我觉得那个有可能是故意弄个假目标对。实际上要打的是赫姆兹海峡对面那个葛什姆岛我觉得那个可能性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声东击西就对了。不，声东击西是战术啦。我说战略上要做说明，就是他要强制打开赫姆兹海峡嘛。那你占领哈格岛没有这个意义啊，你只是让伊朗减少收入，那个意义其实不大了。所以我认为占领葛什姆岛可能性变大。那也就意味着跟伊朗进行直接的交锋可能性会变大，因为葛什姆岛对面伊朗就是阿巴斯港，那是伊朗最大的港口那边一定有很强的，那边有那个革命卫队的海军所以我认为一定会直接交战那事实上距离非常近最近的地方只有3公里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在这个葛什姆岛的西北边还有一个贾斯克港，贾斯克港是伊朗的快艇基地，所以我认为他快艇还是会出来，要来拦阻油轮所以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混乱状态，所以我认为一定会交战而且葛什姆岛上面也有伊朗的革命卫队的驻军，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真的就是地面战争。可是这个战争不打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找不到他可以体面退出的节点所以他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局面，然后才能够说，我打下这个岛了，所以任务结束了。至少有一个新的故事可以说了，这个叫战争叙事了。他现在的战争叙事已经卡住了，因为实在很难说他战胜嘛，所以他只好去创造一个新的事件，然后以便在里面找到新的战争叙事那我觉得唯有在那个新的冲突点上这个外来的力量、外域的力量才能够介入说事了，比如说中国或俄罗斯我觉得俄罗斯已经表态挺伊了。俄罗斯事实上现在是我们刚刚讲无人机了，还有这个药品，还有粮食的提供者，他已经表态了，就支持伊朗。所以可能比较重要的公道伯可能还是中国大陆而且中国大陆一路都在做这件事嘛那等于是俄罗斯帮伊朗撑着然后中国大陆进来，那希望这个新的局面，那可不可以因为川普5月中也要去大陆嘛，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带有这个氛围，那把这个战争做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好，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走向。何谦老师，
是这个周末大家都在谈这个美军的这一台 E3 哨兵这个预警机被击毁的事情啊。那它事发的这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在哪里呢？它其实在沙特，就沙烏地阿拉伯国土的正中央，接近首都利雅得。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离这个伊朗的这个西南海岸呢，大概是直线距离600公里左右，所以其实不是特别远。那大家都知道嘛，伊朗公开的它的导弹能力的数据，最长是达到2000公里的射程半径。那前一阵子试着去打迪亚哥加西亚岛的时候，它甚至号称它这个射程达到接近4000公里哦，所以600公里打的导弹能打到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它的指挥管制跟情报能力。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哦，就是大家发现说它这个飞机停的地方，它不是在 bunker 里面，不在机堡里面，它也不在这个正常的停机坪的位置，它其实是已经知道它有可能被打，所以它疏散到那个机场主跑道旁边的联络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图像的是放在一个联络道上。那机场的联络道呢，它其实就不会放太久，因为你把联络道堵住了的话，它这个整个机场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运作嘛。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停留，但这个短时间停留竟然能够被伊朗捕捉到，而且伊朗也掌握了这个信息之后，很快的下了决定说，好，那你在那儿我们就打。毕竟能够在地上击毁一架 E3，比在空中那还是简单的多，而且它价值非常高。所以我们当然就不知道了，就是说它到底伊朗的这个军情能力啊，到底是他自己一家的这个，还有整个抵抗之湖独特的这个顺畅的运作，还是说有其他的大国，包括俄罗斯啊，给他偷偷的这个支援一些情资跟图像。那当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公开做出这个指控了，他说这个图就是俄罗斯给的。啊，他说我3月20号、3月23号、3月25号，乌克兰都掌握了俄罗斯不断的在给伊朗输送这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图资情报，然后呢，27号伊朗人就进行了打击，所以乌克兰泽连斯基也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周末到中东进行了一个旋风式的访问，把这个沙特啊、阿联酋啊、苏丹、卡塔尔都走了一遍，然后签了一堆的单子。那当然，他就要去把他的乌克兰现在非常自豪的反无人机技术来去卖给这些中东国家。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嘛，乌克兰有一个叫 Bullet， 叫这个子弹的一个无人机盾，它能够很快的在空中去以高速去狙击跟打击到这个更低的成本去打击敌方的无人机。那我想这个泽连斯基走这一趟啊，他除了去卖这个器械之外，他更大的长远的目标是要去帮乌克兰非常自豪的战后我们要靠什么？靠乌克兰的军工行业，现在是欧洲最强，但是没有人敢投资啊，也没有人要投资啊。去年只拉到了65亿的投资，他说我的产能到350亿美元，你只有65亿，所以他中东走一圈，一边卖货，一边希望为乌克兰的未来的经济命脉找寻新的金主。好，中东战事还没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好，我们刚刚也看到了相关这个伊朗的打击行动哦。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他们的这个军方发布的第47号公告说，从29号凌晨开始，他们位于约旦阿兹克拉克基地的美军装备仓库跟人员营地遭到了伊朗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在这一次无人机真的是发挥蛮大的战力的。好，那伊朗也在警告美军的林肯号因为现在林肯号也要到中东来了。好，一旦这个进入射程的话，将会发射飞弹。好，这是伊朗的海军司令伊拉尼呢，他说一旦林肯号航舰进入这个射程，他们就会发射各类型的飞弹，好，为德纳号军舰的烈士们来进行复仇。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冲突真的是一触即发那现在生死一线吗？因为有看到 F-18遭低空的狙击。好，我们来带大家看画面这是网络流传的一段画面显示一架美国海军的 FA-181它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低空进行机炮扫射时，好，疑似遭到了小型防空飞弹的攻击。好，所以这画面曝光蛮多人也蛮惊讶的好，那当然有军事媒体就说这事件确切发生的时间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但推测应该是近期发生的，而且拍摄的地点也被确认是在伊朗的东南部，接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恰巴哈尔港。好，
好，所以相关的讯息现在很多人都相当的关注。好，那除了以色列之外，我们也除了是伊朗之外，我们要看到是以色列现在也是扩大的打击。好，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现在又有新的宣布了哈，他说指示军方要进一步的扩大黎巴嫩南部现有安全的缓冲区，好，誓言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安全这个态势。好，那以色列现在已经深入了敌方的腹地，然后在叙利亚、加萨地区跟黎巴嫩建立了3个缓冲区。那以色列正在进行一场多领域的作战，打击伊朗跟其代理人，而且在伊朗内部制造明显的裂痕。那以色列也扩大了黎巴嫩南部的攻势，因为它要有这个缓冲区嘛。那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遇袭，1死1重伤。这是纳坦雅胡29号说，鉴于真主党持续发射火箭弹，所以他已经下令军方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基地在同一天就发生了炮弹爆炸的事件，那造成维和人员是1死1重伤的状况。好，那以色列现在也说袭击伊朗的一处生产弹道导弹关键部件的一个基地。这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指出，以色列的空军连夜袭击了伊朗国防部位于德黑兰的一处用于生产弹药导弹关键部件的一个重要基地。此外呢，以色列国防军还袭击了数十处其他武器生产的基地。那包含就有伊朗国防部的弹道导弹发动机的生产基地，还有武器生产，还有储存基地，还有无人机发动机的生产基地等等的哈。好，所以看起来以色列现在也是火力全开。那以色列这边国内其实也有在表决2026的预算，他们多线作战国防的支出必定是大增嘛哈。那他们在29号连夜就2026年预算案进行表决。国防预算将增加是超过100亿美元，达到超过450亿美元。好，是哈马斯2023年攻击以色列引爆加萨战争之前的2倍多。所以他们的国防预算真的是越来越惊人了。那我们要看美国跟伊朗之间一直说要谈但是现在看起来这是不是越来越远遥遥无期4国外长巴基斯坦会谈官员说有望数日内促成美伊对话。这是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跟埃及这4国的外长有在伊斯兰堡展开为期2天的会谈。那要协调就是区域立场，那当然是希望美国跟伊朗可以直接的进行谈判，再为这件事情铺路。好，那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就宣布说，伊斯兰的马巴德很快将主办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会谈，所以希望促成2方直接来谈话，那并且结束长达1个月的战争。但是伊朗的外交部这边又有发言人赶快跳出来说美方停火的建议非常极端而且不合理。他说美方的建议涉及伊朗的国家主权相关事务，不具备任何外交的严肃性，所以伊朗这方呢必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障国家的安全，那也要确保美国跟以色列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好，那当然我们看到持续美方谈出的一些条件跟伊朗谈出的条件，那当然有做过对比嘛，有一些可能可以有一些这个可能性的存在，但是伊朗认为现在美方的建议很极端。好，那我们要先问亮哥那包含是伊朗持续的攻击那这样和谈被认为是遥遥无期。其实2方初步提出来的方案都是要对方无条件投降比如说美国提出来方案，核武就交出来，那3个地方那个有核反应堆的全部都关起来然后只能够做和平使用，还要接受美国国会的监督就是未来的核能发展然后还要求伊朗导弹不能超过1000枚，那也要跟邻近的海湾国家签军备那个控制的相关的合约这个就是伊朗的主权了嘛，就是他的国防发展计划。如果你担心的原来是核武，那应该就核论核嘛，没错你衍生太广，而且那个意思都是基本上你就是输了投降了可是伊朗提出来的方案也是一样，伊朗提出来要求
霍姆兹海峡就是伊朗要维护它的主权嘛也就是说它不会退了然后要做战争赔偿那我们知道战败国才会赔偿所以我觉得很难的意思就在说，依照目前的状况，显然没有打到一个点上，让任何一方服气嘛，所以各自都讲对自己绝对有利的方案，这个在谈判上是很难进行的啦，很难进行，所以才为什么需要地面战争呢？比如说美国如果林肯号进入波湾了，那真的被打到，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状况，不然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即便是巴基斯坦很认真在签双方见面可是这个要碰到核心问题都很难比如说，川普曾经讲过嘛，说赫姆兹海峡可以由美伊共管，那现在这条也不见了，就川普自己这么糊弄一下，然后在15点里面没有这一条，他就主张伊朗要无条件退出霍姆兹海峡，这是公海维持航行那这个显然做不到因为这个是伊朗目前唯一的筹码，他怎么可能放呢？所以我觉得，显然这个谈判就是这样了，除非双方都打累了或者是明显分出胜负，不然我觉得要有一个结果是不容易所以以色列非常清楚，知道还会耗所以他就以摧毁为优先目的，看能够摧毁多少就算多少。以色列目前就是这样。而且以色列的目标还不是只有伊朗还包含了其他。对，没有错。那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好像毫无节制能力，这未来恐怕会有问题好，赖教授怎么看？伊朗要把林肯号如果要能够有效的击中击沉是不可能，但是如果要有效的击中，它必须要有他国的协助，而且要有军事等级的这种军用卫星定位系统的援助，不然的话，它要能够有效的去发现林肯号，然后把它锁定，然后把它击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来说的话，除了俄罗斯、中国大陆以外，其他的都没有办法做到了。中国大陆是不可能提供给伊朗这样的一种精确制导的这种定位系统，所以唯一如果真的俄罗斯给予伊朗这个能力的话，那美国一定会跟俄罗斯翻脸。因为这个航母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质上军事战略价值的航母。可是，一个航母如果它没有往伊朗的前面推进的话，你地面部队怎么能作战？因为一艘航母就是一个空中联队就是例如说我们的清泉岗，整个清泉岗的联队80架各类型的战机，它要往前推的话，因为一般航母的战斗机的有效作战半径是650公里到1000公里左右，所以它要能够去打的目标就要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它的安全性就一直在往下降。那就要看的是伊朗本身的反舰的能力有多强大了这考验的伊朗的海军，所以强调他要这样做，跟他能不能这样做，这是两件事。另外，有关于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很怕这个美国跟伊朗谈好了，美国从伊朗撤走了，这对以色列来讲，他不想见到。那因此他必须这个拉住美国。可是问题就在于，如果美国拉不住，他必须要一直维持他的战争内阁。可是伊朗隔这么远，只能够用这个导弹这样打，这个对以色列来说，他的负担也受不了。我觉得挑软柿子吃的可能性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最好欺负的就是谁？黎巴嫩的真主党嘛。因为对于胡塞组织，他一点办法没有。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看过，在去年，各位观众朋友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胡塞封锁红海的时候，以色列的船被打，以色列要打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根本打不到目标，而且也没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的目标，可是导弹贵得不得了，但是以色列船却被打，这个对以色列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利的地位，但是呢，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大家都看到的事情，后来还是欧洲的国家跟美国出来护航，然后跟胡塞有了一个协商，然后才完成了这个红海再重新能够运作。但是你现在以色列来说，最好的办法维持战争内阁，让内塔尼亚胡不要下台，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搞这个最弱的，那就是真主党了。
我觉得，但是他打真主党要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这个领土的话，一定会引起联合国，也会引起欧洲国家的公愤。何宪老师怎么看？是，我觉得我们这一周啊，大概是会到了战是往战还是往谈啊，甚至往和来走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分岔路啊。毕竟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大举的向中东增兵啊，包括迪里波利号2栖打击群已经进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防区范围。那其他的呢，这个全师2栖打击群呢，跟他的这个美军陆战队的第11远征支队也还在路上。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从星期六有正式的报道说，第3艘美军要派往当地的第3艘航母，也就是这个劳布西号，也从维吉尼亚的诺福克港也出发了。另外，我们还有看到第82空降师，那他从北卡罗来纳的驻地，大量的 C-17的这个运输机正在把部队往这个地方送。所以，其实美军新增的这个准备用于陆战、地面战的兵力啊，可能总量加起来可能要将近上看也要1万人。那所以这支军呢，当然是有可能拿来用，但也有可能拿来是作为谈判的筹码。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再看伊朗这一头啊，伊朗的议长呢，卡利巴夫，也就是川普现在3番2次说这是我们打交道对象，但是他一直否认说我没有跟你打交道，我没有跟你谈，他就开始公开放话，他说如果美军要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就会是一次自杀式的行动，而且他说我们已经在这边整个带弹，伊朗军队正在等着你们进入地面战场。然后他还说啊，川普现在3番2次一直在放这个我们已经谈判啦，我们谈得不错，他说这都是烟雾弹。他知道伊朗认为说 Trump 至少他公开这么说啊，伊朗认为说这只是为他们准备地面战争在买时间啊，在这个筹措这个时间的空档。那他说一旦他们踏入伊朗，那不只会对进入伊朗国土的美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伊朗还要去永久性的惩罚美国在当地区的这个盟友。所以卡利巴夫也说了，战事已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刻啊。那伊朗还有的媒体就说，伊朗现在正在动员超过100万的作战人员、民兵或者是志愿者来加入，像是这个来当这革命卫队或者是巴斯基民兵组织的这个延伸的民兵的作战人员。那我想这个数字是不是有水分或夸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伊朗毕竟是一个9300多万人口的国家，哪怕我们扣掉60%-70%吧，号称这个一些民调说在战前可能对伊朗政府不是很满意的人，那剩下的2%到3%，甚至可能因为爱国主义加剧而最近比较心向政府的人，那可能也是数千万人之谱啊，至少2到3千万人之谱。那2-3千万的人口基数里面要去招募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个作战的支援人员，我想这可能也并不是一个特别夸张的数字。所以当然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前也被传出啊，他认为说我们的经济快要不行了，所以一直要求革命卫队赶紧和谈。那革命卫队好像并不买账，所以这个仗会不会走下去呢？我想这个礼拜会非常关键。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不知道观众朋友跟一轮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哦？就是这场战争哦，川普讲说要派地面行动，好像讲了也有1个礼拜哈。那当然正在集结当中啦，但似乎呢，伊朗也有相关的准备哈。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武装部队发言人啊，就说川普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的威胁哦，只会将美军送入囚禁跟死亡的深渊。而针对川普这次多次放话对伊朗发动地面行动跟占领伊朗部分的岛屿，伊朗军方已经做好应战的准备，甚至他们还讲说啊，波斯湾的鲨鱼正等待着美军鲨鱼最怎么样？最嗜血啦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放马过来。好，那当然这个中东战事最怕就是外溢，外溢之后扩大就有可能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但似乎现在有一些讯号因为呢，也门的叛军组织青年运动啊，28号上午发射了飞弹袭击以色列的南部。那29号也宣布要对以色列发动第2波的攻击。那现在以色列的国防军说，我们已经准备了多线的作战过去2年半，我们一直和来自多个前线的威胁多线作战。好，那现在也门的青年运动啊，大家就说他们如果参战的话，当然就是挺伊朗嘛，他握有一个杀伤力的筹码，恐怕会逼美国放弃战争。这是经济学人所分析他说目前也门青年运动尚未动用最强的手段。好，这个手段是什么？就是干扰红海的航运啦。好，如果呢也门的青年运动在荷姆兹海峡持续的封锁情况之下，
又威胁了红海航运哦。接下来就是油价一定会进一步的在飙升，那战争的经济成本可能就会高到让美国放弃战争。好，这个一直大家都有在讨论哦哈，因为伊朗现在封锁的是赫姆兹海峡，好，那甚至不是之前说从陆路到盐布港，好，从曼德海峡出去，还稍稍有些油可以运出去哦。但是如果也门的这个武装组织哦，青年运动，他们也动用了这部分的问题的话，哦，这个曼德海峡一旦被封锁之后，恐怕整个世界的局势就会更纷扰了。好，那中东战争将更激烈、更破坏、更毁灭哦，红海被封，恐怕就会逼得沙烏地来参战，好，这就是大家分析哦，恐怕会外溢的一个最大问题。也就是皇家国际事务的研究所学者他说，如果沙烏地阿拉伯跟青年运动爆发了直接冲突，就会引发更严重的区域冲突。哇，这类的战争呢，可能会比以往任何一轮的冲突都要更激烈、更具破坏性，同时又更具毁灭性。好，那我们再回到赫姆兹海峡，因为现在实质封闭嘛，所以有一些东西真的是齐涨啊。因为进入到第5周了，赫姆兹海峡现在已经加剧了对全球供应链瓶颈的忧虑。包含像氦气供应可能会短缺，这威胁到的就是晶片制造跟医疗保健的产业。那肥料的价格上涨也会冲击全球食品的供应链。那德国化学品大厂也正在调整一般化学品跟特用化学品的价格。所以接下来必定是万物齐涨所以大家都希望这场战事赶紧结束。好，那川普现在是不是遭到警告呢？因为有说北美这个防空司令部有说，一架民航飞机在这个有一天下午的1点15分闯入了海湖俱乐部附近的空域。好，川普就随后被安全护送到离开此区。那现在大家就想说这民航机的讯息感觉有点敏感好，那伊朗的政权已更迭，因为川普说原本那一群都死光了。好，是在他30号的时候表示说随着战事的推进，伊朗实质上已经完成了政权更替。好，说原本的领导阶层已经惨遭歼灭，所以现在掌权的是一群非常讲道理的新面孔好，不知道他觉得谁比较讲道理是国会议长吗？好，那当然现在范斯也暗示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他说再持续一段小时间直到美国跟以色列能够彻底削弱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好，我们正在完成任务，很快就会离开那边的，那油价就会回落。但是现在国内就是美国国内反川普的声音非常大你看全美延烧，第3次无王日的游行登场了你可以看到一些画面有人做了旗子，有人做了这个川普，哇，怎么那么丑好，白宫的发言人说这是罹患川普精神错乱症患者的治疗疗程，只有媒体才会关注此类的游行。这等于什么？他完全没在听民意，完全不 care 民意好，美国的 No Kings 示威蔓延多个红州，那因为示威主办方说将近半数无王的抗议活动在德州、佛罗里达州跟俄亥俄州，这些都是红州举行，所以就有共和党的高层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赶快的平息内部矛盾，而且挽回年轻人跟男性选民的支持，共和党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当中遭到重挫。好，那当然，因为选民看得出了你战争前线的问题，还有就是我国内的物价，这是我们最直接、最感受最深的嘛。好，我们问亮哥，这个曼德海峡如果被封锁，是大概会影响大概15%的贸易这贸易量很大，就经过苏伊士运河到欧洲。那对于油价的影响，如果真的是封锁了，那油价一定会突破120。那有人说会超150块卖金，所以是这个不能小看不能小看那至于这个沙特阿拉伯说，那他可能会回头跟也门交战因为他把他那个盐部那个油把它打断了嘛。对那沙特阿拉伯现在大量往这边转，大概出来的油听说可以累积到500万以上不无小补了。那如果也门真的这样干，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冲突不过坦白说沙特阿拉伯以前跟也门打了很久也门内战他就介入了，打了半天也没有办法消灭胡塞武装所以我觉得恐怕是无可奈何了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丘陵地，有人估计了，说美国若要消灭胡塞武装，大概登陆的地面部队不能少于2万，那美国现在也做不到啊，所以都是空袭了，那空袭效果还是很有限，因为它可以就地掩护的地方太多了啊。那它的导弹的力量，事实上也是伊朗协助的。也有蛮大的导弹啦，所以啊，也不要太小看它啊。不过就是说，变数是还是会有中国的货轮会经过了，当然还是要做区别管理吧。而且吉布地就在对面，中国大陆有海军就在斜对面，那中国大陆会不会介入，这也值得观察了啊。因为苏伊士运河对中国大陆来讲还是蛮重要的。它总不能都只走陆地的嘛，它还是有海运的啊。那至于这个陆续的，我们讲各种化工原料受到阻碍啊，实际上尿素跟氦气只是其中2个，化工是全面性的，包括什么聚丙烯啊、乙烯啊，什么塑胶、什么乙烷，全中啊，影响是15% 到30% 之间。所以是坦白讲，这个最大的麻烦是引起通膨啊，就广义的通膨，然后导致5月本来不是要换联准会主席嘛，本来大家期待会有降息的氛围，现在都不见了，这个对国际的经济影响就很大了啊，因为如果甚至有人建议升息啊，要来压通膨啊，那就雪上加霜了啦，这个等于是。对世界的所有的流动性的投资的资产都会造成冲击啊，那美股一定是其中之一啦，也会有美债，甚至包括黄金，通通都包括在内。所以有很多投资人也是唰在蛋哦。赖教授，大家当然紧张啊，而且胡塞组织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会不会逼得川普必须要匆忙的啊出动地面部队来做一个局部战争的一个决战哦？那如果美国没有准备好的话，伤亡就会扩大啊！现在就是要看胡塞的这个封锁这个曼达海峡它的强度有多少，因为现在赫尔木兹海峡被封，已经影响到油气、化工、化肥、铝矿，甚至还有海湾国家他们所需要的货物。所以你看有多少的工业生产制造方东西要卖进去卖不进去，因为运不进去嘛。那如果曼德海峡又封的话，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经济上受影响，北非、埃及他们也都受影响，还有南欧，也就地中海的航运这边往这个走苏伊士运河、穿越曼达海峡，全部都受影响。那这个对于全世界的影响当然很大，因为整个欧洲的南部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啊，就包括了希腊，包括了土耳其，包括了意大利，甚至包括了法国南部，甚至西班牙等，他们本身的航道都要改变，那这个运输的时间更长，然后对这个方面的成本都升高，这个真的是影响是非常的巨大。那会不会逼得美国说我不得不赶快出动地面部队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是如此的话，我觉得刚好就中了伊朗的计。伊朗要的就是因为迟早要一个地面部队的决战嘛。因为目前来讲，这种你打2枚，我打2枚，你的飞机轰炸一下，我无人机炸你一下，你看这个战争已经持续了1个月，就是这种打法。其实我的电厂被炸了，我可以修复啊；我的基地被炸了，我可以修复。那不断的就这样子，但是坦白说，它影响不了战争了，它也影响不了对方的士气，就是我不会因为被你炸我就妥协，我就投降，不会。那最终还是要进入地面的决战。地面的决战就是谁准备好。就是说，如果去尽速的发动地面决战，那到底是对谁最有利？我觉得目前来讲，大家在计算这个问题了。对伊朗最有利，还是对美国最有利？可是美国是渡海作战的，如果他没准备好，他贸然的投下去的话，对美国死伤就很大。现在就有31远征旅到嘛，可是问题是11旅目前估计要到4月中才会到。也就是至少还有2个礼拜。那小布希号呢？因为福特号已经脱离战场了，那脱离战场只要一个航母战斗群，那现在还要一个航母战斗群，小布希号才离开，那还要1个多礼拜、2个礼拜才会到。那空降旅是很快了
16小时、48小时就可以投进去了。但是对美国来说，它的作战军事计划是准备好了，最后由这个川普来做决定，一定有好有利，有战损，有损失的多少而已。我觉得现在看川普最后下决心了，可是他的内外交困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No King 的活动啊，不能小看，它的本质已经转变了。我们看到去年第一次就是在6月的时候，第一次是500万人，绝大部分在兰州，而且在大城市。第二次的时候已经增加到700万人了，可是这一次已经破了900万人，而且它的不只是在大城市，已经到社区里面了，而且不只是在兰州，它已经进入了洪州，也进入了摇摆州。其实这代表什么？而且另外一个主张已经出现了，就是不要战争。过去是不要通膨等等的，现在是不要战争。我觉得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对于川普来说是会有影响力的。绝对会有影响，因为国内总是会让他自己看起来是更加到底要出战还是不出战一个左右的关键的点何健老师，这个我想川普他现在就在这个。他本能上既想要这个见好就收，或者说见赔就收，赶快下车，以及他胸怀利器，杀心自己，他有这么多的军事筹码在那边可以等着给他用。那当然，不同的声音也在不断的说服他。有人说你要关心你的中期选举啊，你要关心你的通膨啊。那也有人，特别是中东的这些地区的盟友，以色列、阿联酋、沙特，就会跟他说。你这个狮子，你跟狮子已经打起来了，你就要把这狮子，伊朗这个狮子打死。你不能让狮子留个伤口在那边张牙舞爪，然后你走了，留我们在这边。甚至如果像当伊朗的这个所谓德黑兰收费站这个霍尔姆兹海峡的收费机制跟革命卫队控制这个海峡机制，如果长久化的话，那说实在，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叙事就是靠海峡的这个货运的畅通跟金融的畅通啊，那就不复存在了。这个，所以我想这些中东的盟友是非常担心川普这样就忽然灰溜溜的走掉了。但是川普又说了，他说我们已经打了伊朗的13000多个目标，我们还要再打3000多个目标，这个事儿就结束了。那如果从时间来看，4周打了13000个，那如果再打3000个，可能川普的暗示就是说我在1到2周或许也就差不多了。那包括他讲政权更迭这个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一般来讲，我们谈政权更迭的定义就是说你要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个神权体制给打掉，你才叫政权更迭。但川普现在就给他抽换定义啊，他说我已经更迭啦，哈梅内伊打掉啦，然后你们不是说拉里贾尼掌权吗？拉里贾尼也打掉啦，现在我是跟卡利巴夫这个打交道啊，这怎么不叫更迭呢？像这种，我想这个话当然他并不是说给全球的这种明眼人听啊，更多是在向国内美国国内做一个说服，就说即便我明天宣布结束这场战争，我们是没有输的，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所预设的某种目标。那当然了，到底这个川普现在对于伊朗提的这个模式啊，就是川普这周末也说嘛，我要的就是伊朗的油，我对他潜台词就是我对国家重建啊，给什么中东带入民主啊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要的就是复制一个委内瑞拉模式。那委内瑞拉模式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是委内瑞拉的油在美国财政部的许可下可以重返国际市场，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前提：一，你卖给谁要经过美国美国财政部先审查跟批准；二，你的卖油的所得你要先汇到一个美国所掌管的账户，然后来跟委内瑞拉政府讨论我们这笔你卖油的钱怎么用。那当然，在伊朗的眼中来看，这完全就是一个辱没主权啊，无视于我这个国家政体存在的一个条件啊，所以这目前当然我想也是很难答应。